所有人都定格在那瞬间，他的身体连带着他的视线都坠入了无边黑暗，他变得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只有一个很轻柔的声音对他说：你不要害怕，我会带你回家。不是的，这世上还有人在乎你，你不是独自一人。不讨厌你，从来都不曾讨厌你。我所说句句真心。一直以来他都搞不清楚这个声音来自哪里，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，分明当时他内心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。所以他想，这个声音是自己的，是他神志不清时，他体内的怨气为了求生，对祭主所说的甜言蜜语，为了蛊惑他继续活下去。但不管真的还是假的，他的确被打动了，因为那个声音总是不知疲倦的，不厌其烦地告诉他，还有我在。在那种绝望的情境下，这个声音对他来说无比勇敢和温暖。他有很多次都想回答一下这个寂寞的声音，但那时候身体好像不是他自己的，他费了半天力气也撬不开自己的喉舌。于是这个寂寞的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声音也渐渐安静了下去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他听见这个声音对他说：等天亮，你便走吧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温宁一边用枯树枝戳着地上的石头，一边喃喃道：假使能有一个人愿意相伴，独木桥便也不算绝路了。魏无羡瞳孔骤缩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他看向温宁，这真不像你会说的话。温宁仍低着头，没注意到他眼中掀起的暴风雪。这的确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蓝二公子说的。他说，公子你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能让你随心所欲的活着就好了。幸好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。魏无羡是第一次听这些，可一想到两人即将渐行渐远，心里更加难受，就连呼吸都有些不顺畅。温宁看他脸色越发苍白，小心翼翼道：公子，我能看出来，蓝二公子他其实很在乎你。可是我把一切都毁了。魏无羡低下头，眼里有浓浓的落寞，他现在一定厌极了我。温宁紧张地看着他的神情，那个公子，昨晚你们究竟……魏无羡遮住眼睛，声音干涩异常：没什么，只是出了点意外。温宁松了口气，既是意外，那解释清楚就好了。虽然不知道公子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要是我们一直在外边不回去，蓝二公子一定会担心我们的。魏无羡别开脸，用力的深吸口气。也不知道蓝湛现在回去了没有，是不是还气着？至少不用担心他会偷偷跑路，毕竟他的钱都在自己这儿。不过逃避的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他必须回去面对，不管是为了昨晚的事，还是为了……蓝忘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轻轻地推开屋门，院子里很安静。魏无羡已经不在，不知是因为失望还是其他，他轻轻松了口气，先将药草摆在屋顶的篦子上等待风干，然后和往常一样去清理了鸡舍，给他们的盆里换上干净的水，接着又抱出被子晒了晒。过了一会儿，想起自己还没吃饭，就把昨晚的剩菜热了，啃了一个兔子馒头。魏婴不在，这些不吃就要坏了。等吃完饭，他又练琴练剑打坐，出了一身薄汗。洗完澡后，从柜子里取衣服，带着皂荚清香的衣服被规规矩矩地码成方块，分成两拨各放一侧。开始的时候，魏无羡也不习惯，这件衣服洗了或者丢到哪里找不见了，晒干的衣物收进柜子就随便团成一堆，一不小心就会错穿对方的中衣，闹个红脸。所幸他现在不在，不然一定会惊讶自己也拿错了吧。天色开始暗了下来，蓝忘机去书桌上取昨天没看完的书，他的视线不自觉地扫过魏无羡的那边，木雕还没做完，跟刻刀一起随意地放在桌上，大致能辨认出刻的是个小人，上面画了大大的笑脸。他想雕什么呢？是自己吗？蓝忘机环顾四周，触手可及之物一毫一厘，百感交集，感慨万千。桌子上放着的茶杯茶碗是魏无羡不久前烧的，看起来有些粗糙，不过这大碗在村子里已经是最讲究最精致的一套茶具了。还有房顶晒的咸菜，那是他们刚搬过来，魏无羡看出他胃口不好，只有配着咸菜才能多吃几口，特地去向刘梅学习的，每个步骤都非常细心。他明明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平时不怎么吃咸菜的，做这些枯燥麻烦的事却无比认真仔细。有一次他无意间说了句，
魏无羡带回来的一种山菇很好吃，过了几天，魏无羡就又带回来很多。这种山菇不能保存，所以每次只能带回来一点。后来他才从村里人口中得知，这种山菇只有隔壁山上才有，距离这里得有7、8里远，魏无羡不会遇见，每次都是步行去的。那人明明每天都嚷嚷着自己怕冷，却从不叫他碰冷水，自己的手冻得发青发紫，晚上痒得睡不着。问他为何，他只笑着说：“你还要练剑抚琴，手冻坏了，多耽误事儿啊。”之前他每次回家，总能看见魏无羡的身影，不是在洗衣服，就是在逗猫，要不然就窝在桂树下的椅子上打盹。魏无羡并不是一个特别吵闹的人，但此时他不在，屋子里突然安静的可怕。回去的路上，魏无羡想了很久，他觉得自己该先给蓝忘机道个歉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话都干巴巴的，很难开口。他想起蓝忘机喜欢吃的那种野果子就在附近，便打算摘些回去。以前他只见书上公子送花送东西给心仪的女子，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用这些来哄男人呢？刚走到村头，远远的就看到自家门口围了一圈人，魏无羡心里直觉不妙，急忙领着温宁挤了过去。拨开人墙，只见4、5个猛汉用粗棍挑着一张4人宽的紫檀木雕花大床横在自家门前，正和一脸冷肃的蓝忘机对峙。衣着华贵肥头肥脑的老板在旁边一脸为难：“没错啊，山中村大榕树往左拐第一家。喂，无羡，是你吗？”魏无羡立马招手：“是我是我。”说着从人群中挤了出去。老板看到他，抹了把脖子上的汗：“哎呦，差点送错了，魏先生，这是您家不？”“是我家是我家。”魏无羡心虚的看了眼蓝忘机，把老板拉到了一边：“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老板反问：“哎，您不知道吗？昨天有个贵客来我们店里挑的，说是急用。”魏无羡回想了一下，比划道：“是不是差不多这么高，一身紫色衣裳，还皱着眉头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？”老板忙点头：“对对对。”魏无羡莫名其妙，江城在搞什么鬼？这时候有围观的村民惊呼：“咦，床头写有字！”魏无羡回头一看，果然见到那床头上雕着一个大大的镂空的喜，这竟然还是张婚床！围观村民的议论声顿时大了起来，更有探究的目光在他和蓝忘机身上来回游走。魏无羡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只觉是因为自己才让蓝忘机被人指指点点，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。刘梅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，把他直接拽到蓝忘机那边：“我今早上还在想你和蓝小兄弟到底是咋回事，就说嘛，你们俩姓不一样，长得也不像，感情咋能那么好？还以为是结拜兄弟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魏小兄弟，你不地道啊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小蓝是你男人？我若早知道，便也不费那些口舌了。等茶的姑娘们，这下可有的哭了。”说完，把他的手往蓝忘机手心里一拍，手劲之大，语气之坚定，把魏无羡整个人都震了一下。他手虚虚的蜷着，根本不敢看蓝忘机的表情，胡思乱想着自己是解释清楚驳了刘梅面子，还是不解释，正好替蓝忘机摆平相亲的烦恼。刘梅她丈夫腿脚好的时候是跑船的，她常年跟着也长了不少见识。在闽南沿海一带，男人常年渔猎在外，女人力气小不允许出海，便有人将男子带上船解决人事。后来发展成情投意合的2个男子结契搭伴生活，像寻常夫妻一般同吃同睡，久而久之便有了契兄弟的说法。他早就觉得他们兄弟2人关系好的不正常，不像是搭伙过日子的，倒真如寻常夫妻一般，只是村内闭塞，不知2位男子之间也可以相爱。现在见这张喜字雕花大床，顿时间便是什么都明白了。刘梅在10里8村说媒，认他信他的人不少，村民们见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，便也不好意思大惊小怪了，纷纷收敛了好奇的目光。加上魏无羡他们搬过来后，很快就融入了村里的生活，平时也没少做好事，在多重因素加持下，心头的那点奇怪和不解也被消磨得不剩一二，祝福声反而越来越大。蓝忘机这时候就装听不懂人话，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，他们不敢靠近蓝忘机，就围到魏无羡身边跟他贺喜，搞得魏无羡万分尴尬，应也不是，不应也不是，像个好不容易娶到媳妇儿的愣头青。魏无羡拽了拽温宁，压低声问：“你看这该怎么办？”温宁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然后掰了掰手指头：“公子，
这月15就是好日子，我觉得尽快办就挺好。刘梅和旁人唠扯完了，又想起他们的新家具，问味无限。对咧，这床是咋回事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